我们今天继续讲伤寒论上次讲到急性感染的4个特点，我们复习一下。第一个是发热的共性，第二个是各种疾病的个性不明显，然后第三个是传变快，并发症多，第四个是未知的远比已知的多。那有关发热、个性不明显还有传变快的特点我们在这2个视频已经详细讲过大家可以看回去。那我们继续讲并发症。在讲并发症之前我们要提一个现象就是伤寒论首创的临床辨证体系也被后人称为6经辨证这个辨证体系有多么厉害？在伤寒论出现以前中医看病都是靠经验的基本是没有什么准则的爱怎么看怎么看个人有个人的看法看得好就是理论对看不好就是病人命已经到了怎么知道比伤寒论早期一点的著作有一本书叫《黄帝内经》。黄帝内经里面分为2个部分一个叫做素问，一个叫灵枢每个部分有81篇嘛，所以总共是162篇在以前中医认为这本书是一个人写的叫一人一时之作但是现在发现不是它其实是一个论文集也就是说这162个文章都是不同的人写的然后把它合在一起变成一本书这样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比如说同样一个阴阳的字在不同篇章里就有不一样的定义就说明每个医生他的看法都不同，观点不一样那你说如果连阴阳这样基础的基础理论对大家意见都不一致那更何况是其他看病治病的那些思路，对吧？所以当时候虽然是百花齐放但是却群龙无首也不知道听谁的大家也不服气直到伤寒论出现以后大家就有一致的看法了就按照伤寒论的体系来看病效果很好，临床用的是对大家就服气了所以伤寒论的出现就标志着中医正式从这个经验医学上升到临床医学的这个开始用一个流程来看病了有 SOP 体系对，那么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临床的看病体系就叫6经辨证我们今天先重点讲一下这个体系首先什么是6经？6经有很多意思6经分别指的是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商阳、商阴，对，三阴三阳这6个词语分别是什么意思其实还有无量的意思对为什么？因为这6个词语它是一个符号系统它是一个符号，也就是说它本身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它们就好像数字里的1、2、3、4、5、6是后人给它赋予对解释你要让它变成什么意思你就给它下定义比如说易它可以是第一名的意思也可以是最小的意思，或者是说排前面的意思，对吧？你不一样的看法它就不一样所以这6个字在当时不只是医学上用就连其他领域也会用它就好像一个流行的词语一样大家都一致认可所以用上的话就感觉跟得上潮流有文化是吧那么不同的人又会给这个符号不同的定义所以导致6经体系在后来它的解读是众说纷纭所以有的人就说6经指的是经络那肯定太片面了对，然后有人就说是脏腑然后有的人就干脆说是经络加脏腑是吧？都可以都包完了还有的人说是5运6气和数理命理有关所以看病的时候要看一下天气气候这些现在还有人提出是疾病的不同阶段，或者是说不同人的体质得病所以你得的样子不一样。还有人太阳病体质，有的人就说太阳人少阴人这样子还有的说就是疾病的部位还有性质所以很多特别多说法所以导致中医的门派特别的多虽然大家都认为伤寒论是祖师爷但是一个老师就是一个看法嘛他就也会发展出一个门派因为大家都认为自己的医师就是仲景的医师就是伤寒论的医师自己才是真传对谁都吵不过谁所以今天我们有必要再看回去伤寒论里面看祖师爷自己是怎么定义这个6经的很幸运的是祖师爷很早就发现这个问题因
因为符号的含义是会随着时代变的，所以三安顿在一开始就把六经的定义讲明白，就避免大家乱猜三安顿怎么说的？第一个，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降动而无寒，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太阳之为病就是说，太阳病发生的时候是这样的。他就描述了。对，他是描述太阳之为病嘛，它发生的是一系列的症状怎么样呢？就是脉浮头项降动而无寒。这些是什么症状？这些都是急性感染发生的时候最典型的症状，是吧？头痛、身体酸痛，然后怕冷而这不是某一个感染才会出现的特异性表现，而是所有急性感染都一定会经历的过程，大家都会有体会那我们再看看太阳病这个篇章里面讲的是什么内容这里面内容占了全书一半的篇幅，里面讲的都是不同感染的诊疗过程，所以换句话说，太阳病不论是从内容还是定义上来说讲的都是各个感染性疾病的诊疗过程所以内容很丰富，而且用的方子种类特别多就不同部位的炎症感染，对肺炎泌尿系感染那些什么那么其他篇章说什么？我们看下一个阳明病叫阳明之为病，胃加食是也。胃肠消化系统也一样道理啦。阳明之为病就是阳明病发生的时候是这样的怎么样？胃加食是也。什么叫胃加？胃加它就包括胃肠整个消化系统对，它其实指的就是胃，对，它其实指的就是胃肠道那食是什么意思？实症对，有的人说是实症，或者是它满不通不通对，也是有的人就说是便秘有的人是说是感染胃肠道感染。陈其堂来一个往下走那我们看看内容怎么说这里面有很多危机甚至死人的说法就比如说治不治什么情况出现了然后就死吓唬人。对真的不是吓唬人所以可以肯定这不是便秘，因为便秘不会死人，对吧如果是一般的肠道感染的话，那应该也是在太阳病下面说的也不会在这里说所以我们想这种感染对急性感染什么情况下会因为胃肠道的问题而出现死亡是吧？急性炎也是比较急的那也是很急当然对，但是那个也是在太阳病下面说的好，所以我们后来就发现这个指的是腹膜炎也没有，还没到还没有那个太阳病里面也有对就让我们想到是肠梗阻肠梗阻对这是急性感染可能引起的其中一个并发症，会死对所以胃加食的食讲的是梗阻就是塞的不同好像你刚刚说了所以我们发现阳明病讲的其实是急性感染常见的其中一个并发症那么其他篇又讲什么我们看少阳病叫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这样开始头晕口苦代表什么？口苦就胃酸胆汁也是对就是说明已经出现肝胆的问题了所以这一篇里面其实讲的急性感染中引起的肝胆发炎的问题也是并发症这一篇也是最短的一篇，为什么？因为继发的急性肝炎和原发性的急性肝炎治疗是一样的所以治疗方法已经在太阳病底下讲了所以这里只是等于是过一遍没有重复那么其他三经病其实也都是讲的并发症，而且都是会死人的包括休克败血症就怕冷四肢厥逆对，呼吸衰竭这些都有那我们就不延伸下去只有讲到时候我们再说所以其实六经体系它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也就是讲各种不同感染性疾病的太阳病篇，也叫做本病篇本来的病嘛还有讲的对原发病还有讲的就是不同感染性疾病发生过程里会引起的并发症就在其他的5篇里又叫做标病篇，标本的标本病标病对标病
那通过这个简单的分类，我们就可以把伤寒论看明白。中医有一句话，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嘛，对吧？也就是出现并发症很紧急的时候你说休克，要先处理休克，对，要休克急嘛，不恢复会死人，然后之后慢慢再对治。对，所以出现了并发症，比如说休克，我们就不需要管什么原因引起的，先把那个人救回来再说。把这口气给他提上。对，所以叫急着治标嘛。等他离开了生命危险了，那我们再根据他原发病治疗。他肺炎就按肺炎治，他胃肠炎就按胃肠炎治。对这叫缓则治本了。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学习伤寒论就会发现它确实是治疗感染性疾病的宝典。在当时的年代已经特别完善了。是吧？可以说伤寒论整本书的编排结构和感染性疾病的特点是丝丝入扣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原发病和并发症的关系的话，会觉得这本书的结构很奇怪，对吧？你看一篇特别多，占着整本书的一半，一篇就很少几句话罢了，所以根本看不懂但是只要理解了标本那么这本书就可以说是完美的契合，一点都不奇怪。甚至放到今天来看都是特别有远见的。所以后来医家不管怎么给这本书解读，都没有办法解释这本书的结构问题也自然超越不到这本书也因为大家没有人解释明白所以大家都不服大家都自己解释，谁也不服导致这本书的注解就越来越多了。那在六经体系后来就从这个急性感染慢慢演化成可以治疗一些病虽然这是一种发展但是它却丢掉了伤寒论本来的意思。对吧？为什么？就是你就不理解它的这个结构，对，目的，原来作者他写这本书的意图，对，为什么这样说？思维构造这些。因为我们上次说伤寒论还有另一本姐妹书是吧？金匮要略你怎么去理解？那个就是看杂病了。为什么当时要分开来？就是因为治疗体系不一样。对伤寒论的作者张仲景特地把它们分开，这是一种进步现在我们又把它混在一起，这不是好像在走回头路是吧？所以中医发展越来越乱了，临床效果就参差不齐最后一门严谨的学科会变成悟性之学。我用这个方也可以，我用那个也可以对，所以只要后来学习中医人就会发现一开始还好但是只要你看的书多了接触的医家多了，你就会发现很乱。学医3年以后都不知道怎么看你找不到头绪，不懂要听谁的慢慢就变成以前群龙无首的时代是吧？所以中医很难走远也是这个原因。一定要规范化为什么？它不是因为社会限制我们，也不是西医限制我们，是我们自己我们因为自己内部的问题没有去解决这是中医最大的问题那我们今天提出的看法也是给大家参考有一句说一句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分享。好，我们下次再见。